Thomas Kuhn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这本书里曾经阐述过这样的概念：脑袋中没有的东西，眼睛看不到。这种认知上的盲点，很常来自于跨领域知识的匮乏，特别像是医疗这样复杂的领域。举例来说，像呼吸道的问题，通常并不在牙医师的认知当中，所以他自然也就看不到。认知谬误的原因，除了是因为现代医学过于强调专科制度，而训练了很多只会做一件事的专家之外，也有可能是来自于资讯跟工具上的局限。例如说，一位医师总是以2维的角度在看待患者资讯，而不是3维。这正正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帮大家制作这支影片的原因。在今天的影片中，我想跟大家分享，为什么牙齿矫正应该是3D 的齿颚矫正，同时它跟传统矫正最大的差别又是什么呢？古希腊诗人 Archilochus 曾经提出一个比喻：狐狸知晓许多事情，但刺猬只明白一件大事情。思考外包陷阱的作者 Vikram 虽然拥有麻省理工的博士学位，但他也是一位擅长跨领域思维的通才。他的书就是要告诉大家，将思考外包给专精的刺猬，看似省事，但也会让我们失去用尝试就可以做出明智决策的能力。对于一个手上拿着榔头的人来说，任何问题看起来都像是钉子。专科医师过于习惯他们所使用的诊断跟治疗工具，想要用手上的榔头来解决一切的问题，结果反而被专科的框架限制了他们的认知范围。侧颅分析就是让牙齿矫正医师陷入框架陷阱的一个经典医疗降维案例。它是20世纪中叶由 Brobanth and Harforth 发明之后，牙齿矫正医师一直最常使用的病患分析工具。本质上是一张2D 的压缩 X 光影片，它把复杂的3D 颅岩结构压在一个平面上。你可以想象，当你打开导航地图想找路，却发现这张地图只有平面的路线，没有标示高架，也没有地下道，没有任何的立体资讯，你就知道它不能完全反映现实的情况，因此非常容易导致你走错路。所以，当一张2D 的侧颅片成为了医生的思考天花板时，这就会让他的医疗从3维降级至2维。很自然的，他的医疗就会陷入很多的困境，甚至有的时候陷入了困境，而他自己都不知道。当然，侧颅分析仍然有它的价值，但它应该被视为一个参考的视角，而不是唯一的视角。现代医疗应该要做到的是进入3D 齿颚矫正的时代，去整合全颅电脑断层、口腔扫描、面部扫描等多模态影像，医生才能够真正看见患者的立体资讯。这些资讯包括了牙齿在齿槽骨中的位置、骨骼的立体形状与缺陷、鼻窦腔的位置、颞颌关节的状态、呼吸道的立体容积以及脸型的对称跟比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从现实层面完整的给牙齿矫正提供具体的资讯。传统矫正可以比喻为像是盲人在走路，因为牙齿矫正的关键是移动牙根而不是牙冠，但牙根是在骨头里面的。牙医师其实没有办法用肉眼看到牙根在牙齿矫正时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包括牙根的角度，还有牙根在齿槽骨里面的位置。同样的，牙医师也没办法只靠肉眼就能分辨咬合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是因为牙齿的咬合是动态的，它是4D 的。如果你的牙医宣称他可以用肉眼或咬合指就可以了解你的咬合状态，这其实就是从4维降维到2D 的一个医疗。事实上，因为我们的颅岩齿颚结构是3D 的，而且咬合是动态4D 的，所以要做好牙齿矫正真的很不容易。牙医会需要大量的高维度资讯，例如脸型、微笑曲线、呼吸道、颞颌关节等。要做到这样的全人诊断，至少需要结合4种多层次的资讯：1. 脸部3D 扫描；2. 电脑断层；3. 数位口扫；4. 电脑数位的咬合分析。如果把这些资讯分开看，医生就只能得到有限的资讯跟降维的医疗品质。但如果把这4种资料一整合，我们就能真实的看到你的颅岩结构、牙齿轴向、牙齿如何移动，甚至你的呼吸道形态跟颞颌关节状况了。那么 3D 齿颚矫正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患者的实际治疗过程。第一步，
我们会先透过高解析度的脸部扫描技术，分析患者的微笑曲线跟脸部软组织特征，再搭配全颅电脑断层扫描，来完整掌握颅颜以及呼吸道的立体结构。像这位患者过去曾经拔除过4颗小臼齿，牙齿被大幅的往内推，导致口腔体积缩小，呼吸道狭窄，并引发了打呼和睡眠呼吸等问题。这一类严重的骨性限制已经没有办法单纯只靠扩弓解决，所以我们必须透过正颌手术重新拓宽上下颚，重建呼吸道空间跟脸部骨架比例，从根本改善外观以及它的健康问题。第二步，在正颌手术后，我们进行隐适美的齿颚矫正，运用 3D 的齿列模拟技术来规划牙齿在空间中的移动路径。不过，这不只是要让牙齿排整齐，而是要立体重建整个齿列结构。第三步，在牙齿矫正结束后，我们会进入数位化的咬合校正阶段。我们会使用到动态的 4D 电脑咬合分析技术，及时追踪它的上下颚咬合的接触点以及力道分布，并透过数位的模拟来调整每一颗牙齿的咬合高度。3D 齿颚矫正能够有效地避免传统矫正上常见的牙根移到齿槽骨外的问题，以及咬合干扰没有解决的问题。这可以让我们的咬合比较稳定，呼吸道比较健康，同时减少颞颌关节的问题。总结来说， 3D 齿颚矫正是一种全面整合面扫、电脑断层与牙齿扫描资料的治疗方式，从骨架到牙齿，从呼吸道到脸型，全面重画一个人的颜面功能与美学，也是最人性化的治疗方案。你可能会想，我牙齿又没有很乱，只是小调整而已，应该不需要用到 3D 矫正这么麻烦吧？正确的牙齿矫正能带给你的价值，远远不只是牙齿排列整齐。不管你做矫正的原因是龅牙、护斗、嘴唇凸、笑容空洞，还是下巴后缩，你都应该要了解牙齿矫正会怎么样影响到你最后的脸型、呼吸道、颞颌关节、身体姿势，甚至是睡眠。因为你的牙齿矫正如果不考虑这么多，最有可能就是最后要再花更多钱做第2次的矫正。关于这些有趣的议题，我们会再做其他的影片跟大家解说。如果你对 3D 齿颚矫正感兴趣，记得订阅我们频道，开启小铃铛，下次我会告诉你，你是不是真的需要拔牙。我是马永昌医师，愿你用呼吸与睡眠找回自我疗愈的原力。我们下支影片见，拜拜。